小姐姐这是刚拍完电影，这装备够下血本的啊。店家，买药，要上好的金疮药。好，我找找。喏，这个。这些药还有多少？我全要了。这是1000年前大庸国的官银。将军，第一波敌军已成功击退。伤亡如何？军营那边许多兄弟伤得不轻，急需医治。我去看看。将军，眼下最缺的就是金疮药，再没有药，这些兄弟怕是……你带剩下的人先守前线，金疮药我来想办法。不孝子孙明灵，叩请神迹。3万蛮夷围城，万余将士染瘟。老天，你当真要亡我谢氏，亡我大庸国吗？顾老板，这地方闹鬼！闹鬼？前任老板说半夜能听见怪声，药柜里的药还会自己飞走。这年头，上班比鬼可怕多了。这铺子我买了。这玩意儿看着挺值钱啊！功德值0。谁在说话？我的药，2000块1斤的精选中药。先祖真的赐药了吗？将军小心！将军，万万不可！既是先祖指示，哪怕刀山火海，我也要一试。鬼啊！鬼？什么鬼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店家，可有金疮药？啥？金疮药？这年头谁还用？要上好的。行，你等着，我找找看啊。他既然要用药来治病，所以他应该是人吧？难道是个 coser？ 喏，就这个了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了，这道具够你用了。多谢店家，这种药还有多少？我都要了。不用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就当我支援 cosplay 艺术发展。这是1000年前大庸国的官银。等等，你是那个24岁英年早逝的大庸战神谢明灵？这护心镜上的纹路，谢明灵，你是那个24岁英年早暮的大庸战神？偶像，自己人，我是您跨越1000年的头号粉丝顾青州，叫我青州就行。从未见过的琉璃仙瓶，你莫非是上天派下的药神？算是吧，在我这儿，就算是阎王爷来了，也别想轻易带人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偶像，带回去，看重点。亡于落星坡外，不，我绝不认命。史书记载，军中咳血、高烧是病菌引发的感染，造成的肌组织损伤。偶像，不要怕，在我这儿就是一堆小药片的事儿。千里传音。你胆敢勾结妖魔，使祖祠妖光冲天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我的眼要瞎了！神迹降临，鼠辈安敢直视？还不快退下！祖宗保佑，神迹显灵！救命！快服下仙丹。好了，我好了，多谢药神救命。丞相大人，谢明灵勾结妖邪，实力大增，难以抗衡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。谢明灵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一定要找机会禀告皇上。昭武元年，史书记载你死于建元17年。谢明灵，你真的改了历史，当了女皇啊！太好了，谢明灵，你简直是我的偶像！我一定要帮你尽快建立昭武元年。按照历史发展，如今大庸的士兵正跟胡人打仗，可北境天寒地冻，士兵急需物资，我得想办法弄物资去。
下单下单，通通下单！兄弟们，能不能活就看这波双11手速了。3张卡全爆，大哥要是知道我一晚上花掉了一辆帕加南，估计能把我当场练了。顾青州，你长本事了！妈呀，大哥，完了，这下我真的要被练了。哥，咱们公司的药厂那么忙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账目异常，3张卡刷爆，你买这么多物资干什么？那些物资都送去哪里了？我最近在筹备电影，电影名字叫《药铺时空》，这可是史诗级的剧作。拍什么？跟黑洞一起消失的大饼？你给我说实话。哎呀，哥，你这就肤浅了。这是咱们自研的全息建模，物资是送去虚拟片场的，讲究的就是一个特效消失。为了爆款，我倾家荡产啊，哥。行，我就在这儿坐一晚，看看你所谓的烧钱特效。妈耶，哥，你真是我的亲大哥。将军，这仙衣瞬间隔绝寒气。风雪如今就是掩护，全军听令，袭营！誓死捍卫大雍！这不可能！他们难道不怕冷吗？报，国师，谢明灵他们不知用的什么魔法，竟能抵御严寒。如今我们的人已死伤过半了。哥，你看看这个。哪儿逃的？高仿？不是高仿，就是他，让我看见了一个人。什么人？谢明灵。顾青州，你疯了！哥，我骗你干嘛？我刚接手那个药铺，晚上在大堂打扫卫生，就摸到了这块玉，然后它发光了，再然后，你猜怎么着？虚空撕开一条缝，啪叽一下掉出来一个活生生的人。活生生的人，谢明灵，就是他，谢明灵，大庸战神，他拿银子要买金疮药。你确定不是你的幻觉？幻觉能变出这个？哥，你看看这成色，这刻字，大庸建平3年，这要是现代工艺，我把这银子吃下去。这块玉佩能通另一个世界。你见到了一个很早就去世的女将军，然后呢？史书上写建元17年冬，她去世于落星坡战场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能送东西过去，我还有整个现代医学体系做后盾，我要帮她。你知不知道，史书上每一个字的改动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，北境的版图可能重画，甚至可能影响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。哥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谢明林，是整个大庸300年来最耀眼的新星，他不应该死在那片荒凉的落星坡上。老吴，是我，联系几个供应商，急救包便携净水器，按战时储备的量级，先各订1000份，明天送到药铺。哥，你是我亲哥，我就知道你会信我，你最好了。少来这套，去吧，去当你的药神，出了事我给你兜着。偶像啊，你这仗打得太实诚了。看好了，这就叫上帝视角，这儿藏了3000骑兵，那儿是粮草战。想改写历史，没这东西可不行。顶级工业无人机，红外热成像。哇，亲哥万岁！此乃真神之眼。全军听令，按神图指示，精准打击，一个不留。报，将军，胡族选择火攻，现在营帐的火扑不灭啊！可恶，岂有此理！玩阴的是吧？哥，帮我调用全城的干粉灭火弹。给我搬来库房里的所有灭火弹。
谢明玲，这些是灭火弹。这些烈火，现在重新交给你们。偶像，不对劲！敌军怎么能这么快知道我方的战略部署？用火攻的方式偷袭？你身边有内奸，史料里这个内奸的名字被人抹了。偶像，你的士兵内部有内奸，但我还没查出来是谁。内奸？不过我已想好对策。目前军中大疫，我们将计就计。你装病，让这个内奸自己忍不住暴露出来，咱们来演一出戏。来，喝！今天那谢明林必死无疑。将军，按您的吩咐，眼线盯了3天。自您对外称病后，其他人都在担心，唯独周猛帐中夜夜笙歌，酒肉不断。主公，周猛，竟然是他！是，末将查过，他这2日还往北边派过人。这是顾青州给的留音器，今晚你拿着此物去周猛帐篷旁边。末将领命。你不是快！谢明玲必死于这场大疫，倒省得你我动手了。这是何妖物？此乃仙物，留音器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我无话可说，但你用此妖物必遭反噬。虽然周猛已被抓，但以后偶像需要我的地方还有很多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在药铺建一个智能地窖，这样才能给明林输送更多物资和装备。哥，帮我找几个工人，我要改造药铺的地下室。看看我的地窖建的怎么样？全自动货架，连接玉佩的工业传送带，太棒了！地窖终于改造完毕，这样可以给我的偶像送更多物资了。这叫千年双骨枝，是大庸秘药，谢某以此来抵你的救命之恩。这哪里是药？这是我的帕家男在向我招手。哥，明灵送来了大庸绝世秘药，我们顾氏集团的新药可以开始研发了。兄弟们饿得连刀柄都握不住了，该如何是好？士兵们都饿了吗？安排。打仗嘛，首先就得填饱肚子。此乃何种阵法？这是仙界的暖身火锅，好吃，暖和。跟着将军，顿顿吃肉，杀光敌人！顾氏集团发现千年双骨枝，现已成功研究出新药，股票涨停。拿去，这是你的片酬。哥，你真是我亲哥！从今天起，为我的偶像打 call， 我一个人就是整个大庸的后勤部。原来，我只要帮助谢明玲，改变她原有的命运，就能获取功德值啊！这玉佩怎么好像在改造我的身体？玉佩这是指引我去药铺的2楼吗？偶像，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偶像，你这次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如今战线吃紧，大庸将士们需要更多武器。没问题，偶像。除此之外，我帮你更新一下现在的战况吧。偶像，这场战打完后，京城你绝对不能回。皇帝谢承安他会给你下饮毒，虽不致命，但会给你留下终生的后遗症。那是圣旨，亦是阳谋。我不去，北境数万将士变成了乱臣贼子。偶像，三思啊！
行了，别愁了，打开看看吧。哥，不愧是你，这么多物资。这是特制传音器，贴在墙上用，1公里内声响全能捕捉。哥，可是偶像，这衣服刀枪不入，连弩箭都射不穿。这瓶防狼喷雾是最大剂量的，要是哪个坏人敢凑近你，直接喷他的眼睛。听小爷我的，千万别讲武德。放肆！这大庸究竟是朕的，还是他谢明灵的？这是军用监听器，贴在墙上用，1公里内声响全能捕捉。顾青州，能听见吗？收到，收到。信号满格，高清画质监听仪启动。内奸名单和皇帝的密令我已整理完毕。偶像，明天的鸿门宴我们稳赢。明灵，这是你儿时最爱吃的红豆酥。朕记得你父亲走后，朕亲手为你披甲。算了，不说了，你快尝尝。检测到剧毒成分鹤顶红提取物，致死量100%。偶像别吃，那是毒药。皇叔，这儿时的味道，明灵收到了。吃，快吃啊，快！明灵，你手中此物究竟是什么？皇叔，此物是验毒器具，但凡毒物接触，便会留下黑印。放肆！你竟敢用此妖物来对付朕！微臣不敢。你不敢？还有你谢明林不敢做的事。微臣自北境征战数年，一心守护大庸河山，从未有过半分忤逆陛下的心思。手中之物绝非妖物，只是查验毒物的寻常器具。查验毒物？难不成你是疑心朕？疑心朕会害你？乖侄儿，现在还冷吗？不冷啦，皇叔。来，明灵，皇叔教你射箭。来，跟着皇叔一起。曾经大雪漫天，皇叔您将幼小的我护在身侧，又亲自教我弯弓射箭。昔日的偏爱，如今在此刻却成了令人心痛的试探。从今往后，世间再无叔侄，只剩君臣对立。陛下，监军王德全来信，说谢明灵勾结妖邪，眼下正是拿下他的好机会。准，臣弹劾镇北将军谢明灵勾结妖邪，动摇边境安危，其罪当诛。本将所用乃先祖秘法，何来通妖？倒是你，将通妖的罪名安在本将身上，你是何居心？你强词夺理！御林军何在？拿下这逆贼！偶像，给他们一点来自现代的震撼，让你皇叔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老祖宗。不肖子孙，竟欲谋害功臣！高祖显灵！陛下，万万不可妄杀功臣，否则会寒了百姓的心啊！谢明灵，护国有功，封镇国长公主。偶像，青州，今日朝堂上，皇帝封我为镇国长公主。意料之中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如果没有东宫那场大火，我父王如果还活着，他就能看到我今日的成就。东宫那场大火太蹊跷了，我认为不像是天灾，更像是人为。明日我要去东宫废墟一趟。好，我陪你一起。顾青州，我父亲留下的气息就在这儿。偶像，左前方3米。你去盘龙柱那边看看，好像在盘龙柱的下面。老天爷，这坐标指向的是我这间药铺的原址，分分秒秒都不差。
父亲，您为何知晓千年后的方位？哥，陪我去药铺的废弃地下室挖个东西。我顾家先祖竟然是谢明灵父亲谢景许的好友。这药铺是空间锚点，守护两方世界。而前太子谢景绪死于现任皇帝与隐士会的谋杀，目标是吸取时空愿力。顾青州，从现在起，集团私人卫星、医疗资源全部对你开放，商业利益算什么？大庸垮了，我们的世界也要受牵连。你踩着亲哥哥的白骨爬上这龙椅，午夜梦回时，就不怕他来索命吗？哈哈哈！索命！朕乃天子，朕就是这大庸的天命！哈哈哈哈！你所谓的天命，就是建立在仇恨、毒杀和谎言之上吗？你为了皇位，害得我父亲惨死，害得我认贼作父10年。今天，我便要你血债血偿！好一个血债血偿！既然这江山朕坐不稳了，那你们谁也别想坐。谢明林，我得不到，你也别想得到。顾青州，偶像，锚点在崩塌，稳住，别断开连接。谢明灵，谢明灵！啊！不就是玉佩坏了，所以断开了链接，慌什么？还没到血目指明的时候。走，找鬼手苏老。这玉佩竟有双向通道，这是逆天改命的法器呀！苏老修好它，我把千年双骨枝的须子全给您泡茶。给，修好了。谢明灵，接着。天法，谢将军掌握了天法。你们以为斩断一个皇帝傀儡就能阻止我吸取愿力吗？真是天真！战争正式开始了。朕谢明灵今日登基，改元昭武，即日起推行功勋积分制，布衣可封侯，皇亲亦贬民。偶像，不，陛下，这波登基秀我给101分，多1分让你骄傲。莫要贫嘴，这江山自然有你一半。偶像，如今你登基了，可千万要大搞基建，先把大庸医学院建立起来。好，听你的。好，我让我哥帮你们，他远程在这边给你们输材料和建筑书，你只要派人按照他的指令建设就行。功德值60%，此功德值对你有何影响？除了我的身体似乎与以前有点不同，其余的暂时没发现。他在伤害你的身体？不是，只是我的身体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比以前更加敏锐。喂，青州，大庸医学院的建设资料我已全部输送完毕，准备回家了。顾先生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交出你的花纹青玉佩，否则你大哥就是极品。
动我哥！陛下，明灵，救命！有人要端了咱的物资总部！报，谢明灵出现在会所的地下祭坛里，并用剑射伤了我们的兄弟。怎么可能？你竟然掌握了大庸的气运！在大庸朕能灭你们，在现代，朕一样送你们下地狱。撤！这电影特效真是一次比一次烧钱。偶像，这波没白挨，咱们发现宝物了。这是天然矿洞。故事寻得特殊材料，突破电池瓶颈，续航翻10倍。金属做的隐士会图腾。偶像，出大事了！我在深埋千年的矿里挖到了现代钛合金。在那个没有昭武历年、没有谢明灵横空出世的原版时空里，建元25年是大庸最深重的梦魇。那时候的大庸因为人口莫名枯竭，所有良田逐年荒芜，大庸陷入无药可救的衰弱，胡人的铁骑踏碎了盛世残梦，流民遍野，文明断代，直到70年后才逐渐恢复。后来，泥腿子出身的起义军首领又重新建立了政权。我终于知道了原版时空的真相，隐士会利用时空裂缝走私了100年资源，大庸根本就是被他们玩弄的提款机。明灵，尽快建好神机营，我们有一场硬仗要打。偶像，这叫手摇发电机。只要壮汉够多，我能让整个京城变成不夜城。接下来的仗不用刀拼，要用脑子打。将军放心，有了这车床，末将能把弩箭精度提升10倍。非法开采，隐士会这是想利用舆论封锁药铺，安排下去，守好药铺。哼，想突袭，除非他们能从地心钻出来。建元17年冬，北境一波。进去，老实待着。请求神佛拯救我族儿郎，若有神灵，还请拯救大庸百姓。明灵，明灵，明灵，等我，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留在那个小黑屋。功德值80%。报，顾云的医药集团研制出了新药。新药安排下去，给他们的新药加点好东西。是。重磅新闻：顾氏集团新款药引发大规模中毒，已有上百名患者陷入深度昏迷。这帮混蛋，为了逼我交出玉佩，竟然用人命当筹码，在我们的新药里下毒。明灵，我需要千年青毒草。顾青州，警方3分钟后会进入药铺地窖。来调查我们的新药致民众中毒这件事吗？是。我是法人，我逃不了。哥，我……别怕，我可是顾云，向来只有我碾压别人的份儿。你要是搞砸了解药，我出狱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炼成药丸。你快走，去找解药。林策，搜遍密库，务必找到千年青毒草。终于研究出解药了。我们顾家做医药，向来守的是医者仁心，不是那点臭钱。既然有人恶意篡改药方，
我顾家奉陪到底。我已找到解药。口感微苦，带薄荷味儿。家人们，给个好评！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装神弄鬼！伤他者，先过我这关。给朕拿命来！大佬饶命啊！饶命！好吵！这个人参，年份862年，受过雷击，药性偏寒。我的耳朵开始排斥噪音，我的嗅觉开始迷恋起了药香。此外，我竟然知道远处的那颗人参是什么特性。我的身体似乎有些不对劲。势力超神，力大无穷。偶像，你这药神光环副作用有点大，我怕我一激动把药庄给拆了。顾先生，你的身体数据似乎变得和2000多年前的人相似，也就是说，您在古代化。说不定我就要注销现代户口，彻底变成大庸土著了。每当我向你索取一分，你便离你的世界远去一分。嗨，说不定我去大庸还能混个皇亲国戚。传朕旨意，严禁靠近锚点，暂停一切物资传送，违令者斩。明灵，你疯了！你一个人怎么抵挡隐士会的暗算？99%？难道功德值接近满值的时候，我跟明灵就会分开吗？顾青州，朕想要护住江山百姓，却也不想因此而牺牲你的人生。弟兄们都中毒了，洛星婆守不住了。可我不想有玉佩。明灵，快打开玉佩啊！如果你没了，我要这命有何用？我该怎么办？你就在这坐了一天。算了，你去吧，去大庸，我会替你守住退路。隐士会那帮混蛋休想动你们分毫。哥，别怕，只要锚点在，我们总能想到办法。拿上特制战刀，在洛星坡保护好自己。等我到了那边，封你个异姓王，再给你找个名门闺秀当嫂子。这就是大庸的风声吗？我碰到了北境的雪。好了，哥，等我当了皇亲国戚，一定给你传信。我是谁？火锅、奶茶、谢明灵，我是顾青州。全军聚拢！为何我只能身处虚空世界？果然还是没法去大庸吗？顾青州，别过来了，这里是死局。昭武2年9月初4，谢明灵万箭穿心，全军覆没。9月初4，只有3天了。十方绝阵锁天地必地，为生魂血迹，方能破局。我就是那位解药。功德值100%，恭喜达成穿越条件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原来这功德值是帮助我穿越的。明灵，等我。这硬着陆体验感太差了，差评，绝对要给差评！何方妖孽，竟敢冒充神将！神将，小爷我是来给你们送外卖。
顾青州。偶像别哭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。隐士会的噬魂君是不死之身，斩下头颅还能再生。你来只是送死。偶像，先上治疗，打野一会儿再上。不就是变异生物吗？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现代科技的力量。南无加特林菩萨，金刚无人机编队，去吧！这千里眼竟能将洛星坡的视线尽收眼底。隐士会虽有魔法，但思维落后，全是 F2A。二什么？也就是全军突袭。我们将在此处建立战壕，拉起高压电网，打一场防御消耗战。青州，你那个世界竟有如此可怕的杀气，岂不是生灵涂炭、尸山血海？正好相反，我们那里的先辈经历了最残酷的战争，才明白和平二字的重量。武器的终极意义，是为了让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。我们拿起刀剑，是为了有朝一日，这天下的人民能彻底放下刀剑，去种田，去经商，去读书，去做一切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好，大庸的人民也要过上这样的好日子。是督长，出之即化为脓水。防毒面具，戴上昨天发给你们的猪鼻子。放毒气，不知道我们现代人最讲究空气净化吗？用最大的力量给我吹回去！大庸的将士们，听好了，我们势必要战胜这群怪物。他们践踏我们的河山，杀害我们的手足，将大庸逼至绝境。我们进一步就是万家灯火，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。异世之魂，受死吧！敢伤他，问过小爷我了吗？明灵，我为你硬控3秒，1秒就够了。区蝼蚁，休想困住本尊！反派死于话多，走你！隐士会的基业竟毁于一旦！既然如此，吞天阵已成，今日你们必化为粉末。这是悬浮磁场，只要把那根破柱子拉下来，立场就会崩溃。偶像，掩护我！好。给我下来！该死，马力不够，车的重量压不住它。机械拉不动，那就加上人的重量。1、2，拉！把这群怪物拉下来！疯了！你们这些凡人，怎么对抗神力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。大庸的江山是百姓们一寸一寸犁出来的。给我！1、2，拉！1、2，拉！哥，
得，这回是真断网了。偶像，小爷可就真赖在你这儿吃软饭了。臭小子，火候小点儿。这可是顾药神留下的仙锅，炖肉烂糊着呢，别把锅底烧穿了。知道了，老爹。今天这锅炖肉准把半座城的馋虫都勾了。落星坡，星星陨落之地，这个名字配不上如今的生机。确实不太吉利，陛下不如赐个新名字。这里的百姓在最黑暗的时刻，用血肉之躯汇聚成驱散阴霾的光。这片土地便赐名长明城。愿大雍的长明之火世代不息。走吧，长明城的女皇陛下，我们该启程回京了。好，回京。女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夫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皇夫，这怎么像个吃软饭的专业户？虽然这饭确实挺硬，还带点女皇偶像的香气。我不只是一个花瓶，我还是个值钱的花瓶。陛下，这9层台阶太高了，臣恐高。这袍子太重了。别紧张。陛下，这件袍子是礼部特制的，弄皱了可怎么好？青州，抬头。陛下，明灵。青州，只要节点在移动，我挖地3尺也能找到你。这玩意儿怎么突然诈尸了？地宫，地宫，坐标完全重合，那个时空节点现在就在正下方。若门能开，朕陪你回家；若不能开，朕为你守着万世太平。大哥能听到吗？我找到时空节点了。青州，能听到吗？你在哪儿？大哥，还是听不到吗？青州，想哭就哭一会儿吧。大哥，别难过。青州，你的时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那里有火锅，有摩天轮，还有冷脸却疼我的大哥。但我大哥肯定没你好看。等我把时空节点修好，我带你去吃最辣的牛油锅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能冲破时空壁垒，让你和大哥团圆。对，我一定要把大雍的科技搞起来。偶像，看，这是发电机，我还设计了变压器和传送带系统。等咱搞出这些，我到天上给你摘星星。贫嘴，朕不要星星，朕只要这江山万世长明。同学们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大雍都不怕。有挂科的话，就去邻侧那儿搬砖，包吃包住。报！护国寺石碑发现异样，似有不明蓝光闪烁。好，我去看看。我哥，他居然在大雍古籍里刻字，这个显眼包，这要是被挖出来，能把考古学家直接气进 ICU。这符号意思是，护国寺的密室有东西。
这是我哥给咱的时空快递，可是密码是什么呢？是我哥的生日，还是我的生日？哎，别，这带自毁装置。行吧，在大庸，您就是最高权限。青州，坐标重合之日，便是我们重逢之时。我会在药铺旧址一直守着。朕许你盛世太平，顾总许你重逢之期，谁也别想拆散你我。会的。不过，什么是坐标重合之日？大哥的意思是，我在这边也要找到药铺的地址，然后将药铺建立起来，这样我跟他才能有机会重逢。果真，朕记得药铺地址在废弃东宫。这儿得有个柜台，我要在这里处理草药，那儿摆个大秋千，以后咱一起荡秋千，这叫懒人快乐椅。以后咱俩老了就并排躺在这儿，我们一起用收音机听评书。小心！救命啊！顾青州，这就是你说的老了以后的快乐？我觉得这更像是某种暗杀机关。意外，这叫生活的小情趣。陛下，有刺客！臣知罪，臣眼瞎。偶像，别眨眼，这可能是这辈子最贵的长途电话。时空对接成功，信号满格。臭小子，我还以为你没了。正准备给你烧个最新款的手机。哥，你弟我可是大庸的药神大佬。瞧瞧手上的老茧，这可是在大庸版图上指点江山留下的勋章。没电脑算什么？我脑子就是最强 CPU， 手画显微镜，口述发动机。我现在出门，后头跟着几千个顶尖工匠。我说往东，没人敢往西。这是我家陛下，也是我媳妇儿，大庸最厉害的女皇谢明玲。偶像，这就是我那个除了嘴以外全身上下都是优点的亲哥顾云。顾家兄长久仰，青州常说起您，多亏兄长自小悉心教导他。陛下见笑了，我在史书中也读到了您的功绩。不过顾青州的嘴里可说不出这么高雅的话，他现在肯定没少给陛下添乱吧？哥，别说这些，快告诉我，咱家楼下那家火锅店倒闭了没？我还要带明玲去吃牛油锅呢。乡里爱情完结了没？我的游戏你有没有给我打卡？最重要的是我的手办呢，你可别给我扔了。火锅店还在，不过涨价了。乡里爱情还在连载，你的游戏我没登过。至于你的手办，你想亲手拿上，就给我在那边活久一点。放心吧，哥，我这里有最硬的软饭吃，命硬着呢。顾青州，老顾家的脸都让你丢到古代了。这叫个人魅力。哥，既然咱们现在都通上网了，你能不能整点跨界物资？你想要什么？提前给你烧点纸。格局打开啊，哥！给我整台帕加南，再来几吨高产种子，每种作物都来点儿。实在不行，来箱方便面也行啊。你当我是哆啦 A 梦吗？跨维物质传送的能量极不稳定，稍微重一点的东西都会被空间撕碎。你怎么不让我把义乌给你搬过去？这就挂了，抠门，连碗泡面都不给，说好的兄弟情深呢？无碍，大庸现在国库充盈，你想吃泡面，我命御厨去做就是。偶像，还得是你。跨界运费太贵，只能按克计。自己种地去，带着大庸搞基建，别光吃软饭丢老顾家的脸。2088年7月4日，顾氏集团重组，强势归来。偶像，稳了，以后我带你去现代找我哥玩，咱可真成神仙了。别高兴太早，虽然顾氏重组了，但是现在还需要准备一些东西。我这边急需大庸的医学书籍，你抽空给我传送一下。知道了，哥，马上。
这款招五灵方特效药源自大庸失传1000年的医典，对于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具有重要意义。青州，你救了2个世界的人。皇夫大人指导的拖拉机成了，以后咱们大庸的农民也能用机器刨地了。你这基建倒是比朕打下的10座城池更有意义。嘿嘿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嘛。等拖拉机量产了，我再让工部给做一辆敞篷超跑，带你去兜风。走走走，还有个大宝贝没给你看呢。偶像快看，我扦插的芒果波波樱桃树，以后咱在御花园就能实现零食自由了。也就你能把朕的御花园改成菜园子。闺女，跟爹念，微积分是研究函数的微分、积分以及有关概念和应用的数学分支。顾青州，你若是再教他这些，嘿嘿，偶像，我这不是做早教吗？哎呀，小祖宗快撒手！我家偶像的头发是你能薅的吗？无妨，随他。陛下，您的5分甜特调奶茶加了古法芋圆。这冰块你又是如何弄出来的？我复刻了手动活塞制冷机。工作时间不聊国事，咱在大庸当神仙，不比我哥在那头吸尾气强。顾青州，过来。偶像又要我教你做题，这是何用意？这是何用意？那是 I love you。偶像，在大庸你是女皇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最最最好的谢明玲。青州，我一定会找到让你回来的办法。明玲，稳定了，稳定了，这回我们能时空穿梭了。这就是通往你故乡的门。对，走，哥带你去吃最正宗的9宫格牛油火锅，顺便见见家长。哥，我的亲哥，我都想死你了。少来，在古代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猜我想不想你？女皇，久仰，我是顾云，这个小子给您添麻烦了。兄长客气，大庸的万里江山，多亏了你在幕后提供的援助。应该的，毕竟我这个傻弟弟，除了吃软饭和当个 GPS 定位仪，也没什么其他价值了。喂，好歹给我留点面子啊！我好歹也是大庸明媒正娶的皇夫，吃软饭也是凭自己的真本事啊！行了，别贫嘴了。身为皇夫，赶紧带女皇出去吃点好吃的。哼，不用你说，走，偶像，我带你去吃这儿最好吃的火锅。偶像，尝尝我刚买的，特意给你做的多冰少糖，还加了超火的霸波猪哦。口感独特，甚妙。小心！小心！拍电影呢？这是掉了威亚吧？什么威亚？这真功夫啊！这女侠绝对是隐士门派的传人。何方暗器？为何皆是设计于我？偶像，快跑！在现代不能随便用内力，会变成网红的。网红是何等官职？比尚书大吗？比尚书可怕多了，那是天天被人围观的珍稀动物啊！
有了，我们去个全城最安全的地方，那里全是比你还夸张、天天飞檐走壁的珍稀动物，我们混进去绝对能完美避开。青州，你要带朕来法场？我不行了，老婆，这真是法场花钱买最瘦的娱乐项目。尚可，不过此物若能引入大庸，必能提高士兵的抗晕厥能力与胆魄。老婆，你是魔鬼吗？来游乐园都不忘给你的兵搞特训。滚开！好狗不挡道，都给老子滚开！现代社会竟也有如此狂妄的贼，找死！完了，这下彻底要上热搜了。顾青州，我让你带他去适应社会，你去统治热搜榜。你们俩现在马上给我回来！既然全网都在挖你的底细，藏不住了，那就干脆把水搅浑，高调入局。偶像，今晚的晚宴可不简单，名义上很正经，实际上是京圈几个老牌家族联合起来试探我哥底细的鸿门宴。鸿门宴甚好，朕许久未曾御驾亲征，倒要看看你们这现代的豪门有几分胆色。弟妹，今晚是商业博弈，不是阵前斗将，能用钱和势压人的，咱尽量别动手。兄长安心，朕有分寸。哎呀，这就是顾二少天天藏着掖着的那个神仙眷侣啊！瞧这身材这么直，我还以为是顾总新雇来的女保镖呢。听说顾家二少爷迷上了玩 cosplay， 娶了个不知名的武打演员。我看你看着道具发愣，该不会是连刀叉都不会用吧？一会儿上了主菜，你可千万别饿极了用手抓吃，丢了顾家的脸。要不我大发慈悲教教你。嘿，你们家的投资申请写好了吗？我老婆就算用青龙偃月刀切主菜，也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。用刀？你保安，把这几位不规矩的女士请出去。顾氏集团以后的合作名单全部把他们家族划掉了。偶像你好哎，好帅！好了，青州，收起你那副花痴的样子。明玲，我今晚特意带你们来参加晚宴，搅浑水只是顺手，真正的重头戏就在后面。大哥此言何意？这晚宴还暗藏玄机？晚宴的下半场是京圈的私人拍卖会。我昨天接到消息，拍卖名册上临时空降了一件极为特殊的物品，是从西北大雍朝皇都附近流落出来的私藏文物。大雍的文物？哥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是什么神兵利器？还是偶像当年的战甲？你带够黑卡了吗？我们今晚是不是要把它拍回来？不是兵器，据说是一件饰品，卖家非常神秘，鉴定机构也不敢轻易定论，所以我才想请大雍真正的主人长长眼。走吧，去 VIP 坐。如果是你的东西，顾家就算砸出天价也替你拿回来。饰品？各位贵宾，绝世私藏现世，大雍昭武女皇年少时的白眉玉簪。据史料记载，此簪为女皇少年时有人所赠，失踪1000年，今天首度公开拍卖。明玲，是你的簪子，别激动，千万别暴露。都给我抱头蹲下！谁敢报警，就砸碎谁的脑袋！青州，不对劲，这等顶级晚宴安保森严，这3人脚步虚浮，行事无章法，绝非顶尖刺客。他们能这么快冲进来，必有内应接应，且场内断电太准，有预谋的声东击西。老婆，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是炮灰，幕后人真正的目的是借乱制造恐慌，甚至绑架？哥，
小心！你们敢动我的人，信不信我崩了他？你把人放下，我给你开1000万的无记名支票，钱归你，1000万买命，你觉得划算吗？1000万，青州，低头。偶像，没事吧？这簪子有没有磕坏？无碍。明灵，这簪子是不是有什么故事？青州，你可知道这簪子是谁赠予我的？史书上没提过。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久到我以为已经忘记了。明灵，你看我带什么来了？婉宁，你不是说你爹今天不让你出府吗？我偷偷溜出来的。你看，我爹从南边带回来的，说是用上好的和田玉打的，整个京城就这一只。好漂亮，这是给我的？当然啦，明林，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这只簪子配你最好看了。来，我帮你戴上。明灵，我们说好了啊，等你以后当了长公主，我要跟着你去北境看雪，去江南喝茶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，你可不许嫌我烦。那我们拉钩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，永远都不分开。那个女孩后来怎么了？元昭13年，东宫大火。元昭13年，东宫大火。沈家是我父王最坚定的盟友。沈伯父在朝堂上要求彻查东宫一事，当时祖父因父亲去世卧病，谢承安摄政，但不到1月，沈家就被暗杀灭族，满门上下。之后我被软禁在宫中整整3年，没有人来看我，没有人跟我说话，只有这只簪子，我偷偷藏在内山里，没人发现。可是后来连它也不见了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它了，你知道吗，青州？后来我上战场杀人夺天下，所有人都叫我战神，叫我女皇。可有时候在夜里，我会梦到那个春天的午后，梦到婉宁拉着我的手，说要陪我去北京看雪，梦到我答应她，永远不会离开她。可我连她埋在哪里都不知道。明林，你看，这不就是缘分吗？你失去了簪子，但簪子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你手里，说不定哪天婉宁留给你的东西也会一样一样的回来。只要你不放弃找，总会有找到的一天。你真这么想？当然，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直觉一向很准。你信我？信你。我们回去吧，明灵。还不睡？睡不着。明灵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明灵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？我之前不是发现了东宫废墟里的手记吗？其实还发现了一些东西，当时事态紧急，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当时放手机的事项。是婉宁。明灵，看到信时，我或许不在了。从前你总说，当了长公主，就带我去北京看雪。我嫌北京太冷，却一心盼着随行。沈家遭难，父亲不许我联络身陷深宫的你。信件托付顾伯伯转交，那只独一份的白玉梅簪，若你尚存，便是我伴你左右；丢了，我也在别处等你。不必为我悲伤，顺随心愿，好好活下去。我在天上望着你，婉宁。他做到了，明林。他答应你的事，都做到了。
他永远是你的朋友。那不是你的错。你当时才16岁，被软禁在宫里，连自己都救不了，怎么救他？但你现在能做到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回去，让大雍的子民都知道，沈婉宁是你谢明玲最好的朋友，让她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刻在史书上。传朕旨意，元昭13年，沈氏满门无辜被害，实为奸佞所为。今朕特旨昭雪，追封户部尚书沈崇远为一等忠烈公，其女沈婉宁为北海郡主，依礼改葬。另着工部于沈氏旧宅有址建忠烈祠，立碑铭记。臣遵旨。沈氏在天有灵，必当欣慰。欣慰不欣慰，朕不知道，但朕要让大雍的子民都知道，沈婉宁是朕最好的朋友。婉宁，你说要陪我去北京看雪，我现在去不了北京，但京城海棠花落，比北京的雪更美。你看到了吗？北境急报，长明城以北大旱已逾100日，赤地千里，百姓流离。母皇，儿臣请命北上。说说你的打算。长明城虽是军事重镇，但此次大旱非兵祸，乃天灾。若只派官吏赈灾，百姓恐难心安。儿臣以为，当由宗室亲往，以示朝廷与百姓同在。其一，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；其二，从黑松林和南方2条路调水，沿途设供水点；其三，命太医院派人北上，防治大旱之后的瘟疫。不错，这3件事交给你去办。儿臣遵旨。爹，我要去北境。在宫里叫父君，在家里才叫爹。规矩呢？又没人看见。行，随你。北境大旱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开仓放粮，调水车，派太医，这些母皇已经准了。但儿臣还想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爹，您看，长明城以北原本有一条古河道，因常年淤塞，早已废弃。儿臣想把它重新挖开。你知道这个时代挖一条河要多少人多少时间吗？儿臣知道，但长明城往北千里之地，光靠南境运水不是长久之计。与其年年抗旱，不如一劳永逸。这条古河道源头在黑松林深处，黑松林有地下水脉，终年不竭。只要把河道疏通，水就能自北向南流，灌溉整个长明城以北。你娘让你去赈灾，你倒好，直接要治本了。那当然，儿臣觉得要做就做彻底。行，你爹我别的本事没有，但在治本这件事上还是能帮上忙的。这是你大伯传过来的机械水车图纸，能借助风力催动风车，带动水车把低处的水引到高处。北京多风，如果在大旱的地方多设几架，就能把有限的救命水送到最需要的地方。我闺女就是聪明。爹，那您快教儿臣怎么造这个水车。教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？到了北京不许逞强，大旱之后必有饥荒，饥荒之后必有瘟疫。你带去的太医要是不够用，立刻传信回来，我从京城给你调人。爹，您怎么跟母皇一样啰嗦？因为我是你爹。长宁，你不能去北境了。什么？黑松林出事了。异毒？什么叫异毒？有人投毒。向来北境抗旱是从南方调水，黑松林之事尚未筹备好。
是我们身边的人。有人想借着北境大旱，朝廷注意力全在赈灾上面，让大庸从内部烂掉。能接近黑松林的只有3类人：当地猎户、驻军，以及朝廷派去勘察地形的官员。猎户没有投毒的动机，驻军没有投毒的时间。勘察队，我们派出去的那3支勘察队，其中有一支至今失联。不是失联，是叛变。黑松林的水源地有3处：东源、西源、北源。北源是主源，水流最大，覆盖的村落最多。如果我是投毒的人，我会选北源，一锅端。但北源也是勘察队重点保护的区域，能悄无声息地在北源投毒而不被发现，一定是内部的人，而且职位不低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爹，您先别告诉母皇。什么？母皇若知道是我们身边的人叛变，一定不会让我去北境的。给我3天时间，我去北境找出这个人。带上这个，这是你大伯给我的。哥，我要去找明灵了。有危险就吹响它，会有奇迹发生。他说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吹响它，会有奇迹发生。爹，您信这个？我不信奇迹，但我信你大伯，他从来不说没用的话。爹，那我去了。去吧，回来给你做糖醋丸子。爹，如果我回不来，没有如果。好，没有如果。长宁说服你了。他说的对，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北境百姓等不起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们的女儿要去当诱饵。是，所有伪装陷阱尽数布置妥当，对外只称勘察边防地势，无人察觉异常。只是不知公主是否会前往。长宁公主最是刚正，她必然会亲自勘察，查清蹊跷。我们只需守株待兔，静待她自投罗网便可。青州，你说我们是不是把她教得太好了？好到让人心疼。但有一件事我没跟长宁说，什么？投毒的人很有可能是他。谁？你先坐下，我慢慢和你说。礼部尚书周鹤庭，3朝元老，一切皆仰望皇恩。正因为他是3朝元老，才最危险。他的门生遍布朝野，把控着大庸的钱袋子、粮仓和人事任免。周大人历经3朝，朝野上下无人不心悦诚服。诸位谬赞了，老夫不过是守好大庸基业罢了。只是女皇这些年锐意改革，农业改土，提拔寒门，北境连年抗旱耗财，步步紧逼，着实动了朝野太多人的根基。女皇心性坚毅，最难撼动。但长宁公主是她选定的唯一储君，我们不如从这里下手。长宁公主驻守北境，这便是天赐良机。我们可以暗中布置死局，设下重重陷阱，神不知鬼不觉除掉长宁公主，永绝后患。放肆！此等阴毒私计，万万不可轻言。大人，公主一死，必然朝野动荡，民心浮动。我们便以女皇无后，国本动摇为由，进谏女皇广纳新人，另行立储。新立的储君，倘若温顺愚钝，便可任由我们操控摆布。届时，周鹤庭的门生李怀仁就是第3支勘察队的首领。他打着勘察地形的旗号进黑松林，实际上是在布置陷阱，等的就是长宁。他们敢动我的女儿，我们得让他们动。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？让他们以为计划得逞，等他们露出马脚，一网打尽。还有多远？按这速度，天黑前能到。加快速度，我们得在下雨前找到水源地。有血腥味，
殿下，您退后，我先去看看。一起。致命伤都在背后，是被人从后面偷袭，一刀毙命。李怀仁呢？不在其中。那就是异毒。这毒见血封喉。殿下，这水不能喝了，下游几个村子有人。我去这边看看，你们四散开来巡视一下，有异常情况就发射信号弹。好。李大人，您既然在，何必躲躲藏藏？出来吧。殿下，您果然追来了。周大人说的对，您最大的弱点就是太有责任感。李大人，你无路可逃了，投降吧。殿下，您看看脚下。原来你早有准备。当然，殿下，您以为我真的在逃吗？我在引您入瓮。上！你觉得我是那么刚愎自用的人？殿下，您这是想叫救命吗？这荒山野岭，还有谁能救您？李大人，您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不，救命！谢了，大伯。长宁来信了，快看看，那丫头说什么了？母皇、父君见字如面。李怀仁已押解回京，想来母皇也已审讯完毕。北境旱情未止，黑松林水源遭污染，暂无法取用。儿臣决意留在此地主持抗旱，即便耗时1年半载亦无妨。君诺如山，儿臣必信守到底。竟得父君所赠机械水车助力抗旱，能亲手践行此事，儿臣心中倍感振奋。3架无人机均已完好收回，大伯的东西就是皮实，炸了那么多死士，机身连个划痕都没有。夫君别哭鼻子啊，您可是大庸的皇夫，注意形象。夫君别哭鼻子啊，您可是大庸的皇夫，注意形象。这丫头，青州，她一个人在那边，真的扛得住吗？扛得住，她是咱们的女儿。长宁无儿，见字如面。殿下，西渠已经挖通，预计3天后就能通水。东渠的机械水车也安装完毕，明天就能启用。周鹤亭的案子呢？陛下已经下令彻查，周氏党羽连根拔起，礼部从上到下换了小一半的人。老狐狸终于在了。昭武19年春，北境旱情消解，长宁城北重归生机。皇长女谢长宁留住修水利，百姓将此渠命名为长宁渠。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。